有缘人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其实很多人的运证悄悄被夺走，而你却全然不知。2024过半，九子离火运已正式开启，守护自身的能量，防止他人借运至关重要。能量的守护即是心神的守护，它关乎我们的精气神，关乎我们的生命质量。所谓的借运更像是借能量，因为每个人都是一个能量体，过度在意别人或过度受别人干扰，自身的能量就会被消耗，从而影响自己的运势。管好自己，能量内收，才能守住自己运气。别人的遭遇可以安慰，可以理解，但一定不要过度共情。学会将自己与他人分开，明确自己的情绪边界，守好自己的磁场，才不至于被人扰乱自己的生活。所以别人的因果不过度干预，适度帮扶是悲悯，过度干预就是灾难。你的专注力投向哪里，你的能量就洒向哪里。当你把注意力放到别人身上，就是在为别人输入能量，因为你总是盯着那些负面的信息，不断地消耗自己的能量，让自己的能量完全卸掉了，造成自己在三维世界显化不好的情景。因为三维幻境只是幻境，当你自己的信念被能量注入后，才会被创造出来。你的念头是什么，就显化什么样的世界。所以一念生世界，请务必珍惜你自己的能量，将你的能量收回，洒向你自己，转化为内在的力量，永远守护自己的能量。如果你有足够的好状态时，一定要防止别人来破坏，尤其在2024年，这一点特别重要。当一个人来找你吐苦水，你陪着他，听了他很多负面的东西，从这个时候你还没有意识到，其实自己已经被他所影响。你会发现你的工作开始不顺，心情也越来越差，莫名其妙的就变得烦躁，反而他却恢复得很快。一定要远离负能量的人，我们不是谁的垃圾桶，不是谁都可以来找我们，我们为什么要当别人的情绪垃圾桶呢？我们有权利拒绝任何影响我们情绪的人，我们有权利选择跟什么样的人交朋友，不一定要依靠他人的情绪来维持任何关系。人与人之间最好的关系就是没有关系。当一个人经常把负面情绪传给你，其实他在借你的运来成就他的人生。一旦发现这样的人在身边，一定要及时止熏，不然你的生活即将来临霉运。人与人是有磁场的，若你总和负能量满满的人相处，会在无形中消耗自己的能量，甚至影响自己的运势。所以一定要防止别人借运。有缘人，接下来我将与你分享几个防止被别人借走能量的方式。请记住了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能量。01，放下助人情节，尊重他人命运。人生的轨迹各不相同，把别人的不幸与遭遇过于理解和同情，直接影响到自己的情绪和行为，自己的能量也会大大削弱。作为高敏感
有共情能力强的人，总是会忍不住想要帮助别人，总想去帮助他人，却忘了自己的能力还没达到，牺牲了自己成全他人。你很热心地跟你的朋友去分析情况，并且提出了建议，但最后并不能真正的作用到你朋友身上。这种事相信大家应该都经历过吧，后来就知道了，有的时候朋友只是需要你的陪伴和支持而已。生活这场答卷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课题，对应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，我们很难用自己的标准去评判别人的答案。所以当别人没有主动地向我们寻求建议的时候，我们不要主动地先给别人提供建议。虽然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是善良的，但是人类的天性就是不喜欢被好为人师的人指导。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，与其我们消耗自己的能量去给别人提供建议，然后还不讨好，那不如这个时候我们换一个方式，更包容地看待别人。我尊重你的命运，也理解你的局限。我们让花成花，让树成树。咱们能管的和应该管的永远只有自己，不要因为介入了别人的因果而扰乱了自己的磁场。02，不要在意别人，总有些人看不得你过得好，过来泼你冷水，若你在意，反而中了他的圈套。只要是消耗你的事情，一律不要回应，回应则会与之纠缠，从而使自己受其损耗。我们生活当中就是有些人特别在意别人的评判，甚至偏偏问你说，我这样行不啊？这事儿我该怎么办？那事儿我该怎么办？就是当你把自己交给别人去评判，而且以别人的评判为自己的主导的时候，那你肯定就会不安。幸福的人生不在于别人，而源于自己。一味地活在别人的看法里，你慢慢地会消耗到自己的好运。所以世俗的看法不要纠结，他人的评价别在意，因为你在意纠结的时候，你的运气就在意和纠结当中流走了。所以我们要有强大的内在，建立强大的屏蔽力，屏蔽外界的干扰，然后沉浸式的做自己。我们只听凭内心真实的声音，那好运自然就会被我们留住。所以少共情别人的遭遇，少干预别人的因果，永远不要让别人影响你，然后这样才能守住好运，活好自己，才能收获我们想要的人生。03，少说负能量言语。我们说出口的话，会给自己强烈的心理暗示。经常说消极的话，会使生活变得越来越糟糕。请不要总是说我好倒霉，我好笨，就知道我不行。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光顾着嘴上抱怨了，你一定要留心你周围是不是真的有消耗你的人事物，因为磁场它代表着我们整个的精神面貌，更代表着我们的运气，所以它真的很关键。当你有这样的负面情绪，你是永远无法走出自己的一片天。咱们把这个口头禅换成望自己的话，言出法随，出口成真。语言是有它自己的能量存在的，你说出去的话就是你自己的磁场。我们每天的所思所想都是通过语言向外界传达的，
这个在心理学上叫自证预言。当你总把一些不好的话挂在嘴边的时候，外界很难给你正反馈。就比如说，你想想一下，你身边有一个人整天在你旁边念叨：我太难了，我好累呀，我好倒霉呀，你有什么感觉？所以为了保护我们的磁场，一定要把我们的口头禅换成正向表达。就比如把我好累换成都在我的掌控中，把我好倒霉换成凡所有发生皆有利于我，把我太难了换成问题不大。你要给自己这种心理暗示，我能解决所有问题。而且我们不光要给自己说好听的，还要给别人也说点好听的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批评别人的话要三思而后行，但是夸赞别人的话可以脱口而出。这个世界它的确是好与坏同在，黑与白共存，但是当我们自己的有言行举止都是那种积极的向善的之后，我们的人生也一定会受到积极的正向的反馈。04，不要告诉别人你做的事，事已密成，言已谢败。一旦你把自己在做的事情告诉了别人，就有可能面临别人的复制、嘲笑或者打击。所以一定不要透露自己的计划和想法，默默做事，悄悄惊艳所有人。05，不要告诉别人你的收入，特别是朋友圈不要炫富，一旦你说了就会发生变故。说跟对方差不多就行了，没必要一五一十告诉对方，特别是身弱之人，容易招来小人来破财以及嫉妒。你要知道，世界上没有人希望你比他过得好，人性就是那么现实。除了父母以外，没有人见得你比他过得还好。如果你和某人在一起感到心神不宁，快速退出是明智之举。毕竟生活太短，没时间陪伴那些让你感觉像坐过山车一样的人。最好的富养就是和感觉舒服的人相处，这样的人会带给你好感觉，才能提高你的能量。当你身体喊累时，多睡觉休息，把被子裹紧，进入梦乡。记住，懒在床上可能是你对自己做过的最好的事情。睡眠是最好的充电方式。当你精神状态欠佳时，试试拿起一本书或沉浸在冥想的宁静中，这就像给你的大脑开一个小假期，涤荡心灵。当你心神不宁时，专注于自己，让内心的宁静成为你的力量，从而达到清晰和明智。人越安静就越有福，才会事事顺利。别太共情别人，你的时间有限，所以不要浪费时间活在别人的生活里。尊重别人的命运，不介入他人的因果。太多共情就像吃太多甜点一样，感觉不错，但不应过量。要记得，你的时间宝贵，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，不要浪费在别人的剧本中。我们要选择与阳光般开朗的人为伍，远离那些爱抱怨的阴云。毕竟，谁想在一群乌云中生活呢？选择身边的人，就是选择你想成为的人。要学会把家收拾干净整齐，尤其是客厅，勤洗澡，
多换衣服和鞋子。对于酒和烟，如果他们让你不舒服，那就远离，不去那些充满污垢的地方。要对自己好一点，因为没人会比你更重要。毕竟自己的幸福比任何事情都重要。心理学上，一个人如果长期暴露在共情压力下，他的身体和情感上就会感到疲惫和功能障碍，对于自身的社交关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最终导致状态越来越差。学会将自己与他人分开，明确自己的边界感，保护自己的磁场。别人的因果，我们不必要承担。每个人的性格秉性都是经年累月形成的，你难以扭转，也无法改变。你要知道，烂泥它摊得好好的，你非要把它扶上墙，它便会溅你一身。我们永远别剥夺命运施加于他人身上的痛苦，如此才不必背负别人的因果。认真照顾好自己，精神上的健康比任何事情都极为重要。做好自己，收回能量，生活的主动权会回到你手中，才能守住自己的运气，好运也自会被你留住。那么，既然运势可以被人借，如何才能借助别人的运势旺自己呢？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，那就是付出可以干什么？可以借助别人的财运，可以和任何人进行链接，这是改变命运的法门。很多人就说，我如何和一个人能建立深层次的链接？我如何去借助一个人的财运？这里面是有法门的。我运气不好不要紧，但是我会借助别人的财运，他好我肯定就好。那么这样的人你记住，想和别人建立高层次的链接，唯一的方法就是爱，唯一的方法就是付出，就是奉献。我给大家打个比喻，大家就能特别清楚你是否在借助别人的财运。有很多人在一个家庭当中，没生孩子之前穷困潦倒，生了孩子之后，他的财运就出现了非常之大的转机。有很多家庭是这种情况。那么为什么说他财运出现了很大转机？像这种情况有很多时候，我们通过命理学的一些数据研究分析，他基本上是不具备财运的。为什么他就发财了？后来我就发现了一个道理，包括他的一个规律，其实就是因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生了孩子，他发财了。那为什么呢？是因为这个孩子他有财运，但是孩子他无法挣赚钱，那得有人帮他赚钱，才能给他提供源源不断的财运和好的生活、物质生活等等。他得有人帮他去赚钱，然后他再为他所用。那么这就是链接。如果说你真心为这个孩子着想，这个财运绝对应到你的身上。为什么？是因为你不会不管孩子，因为你赚了钱就等于他赚到钱。那怎么才能保证你们的链接？就是你们必须当中的有爱，得有付出之心，你会无条件地为着孩子活。那么这个时候链接的时候，他的财运不就是你的财运吗？人的一生当中有沟沟坎坎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。在你运气很不好的时候，
就需要借助别人的运气。那么怎么借了呢？01，了解自身运势，判断自身运势是否处于不利的阶段，找到运势强并且对应补足自己的运势的人。运势的表现会集中于不同的方向，比如某一阶段运势上容易出现疾病和受伤，你希望借运改善自己的身体。如果你接触的人是在官运上表现比较旺，那对你没有任何帮助，反而有害。你需要找到运势处于对自己身体有利阶段的人。02，多和运势好的人接触交流，一起吃饭聊天可行，但用处不大。最好的方法是和对方共同完成一件事。03，复制对方的资源、思维和习惯。如果你本身运势不太好，身边有存在和自身运势互补的人，可以用上面的方法借助对方的运势，帮助自己度过难关。只要不起邪心，以上3种方式不会给对方造成特别大的影响。前提是一定要做到我上面说的，要做到付出、奉献和爱，一定要敬畏因果，万不可生邪恶之心。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做，也会感到非常疲惫，一定是你的磁场出现了问题。如果你本来就是能量低的人，那你一定要学会向老天借能量。你学会了这个方法，万事顺遂，哪怕咸鱼也能翻身。现在我就与你分享激活身上运气的5个方法，保护好自己的磁场，因为拥有好的磁场才是改变命运的开始。1991年，神经学家发现了一个惊人秘密，我们的思想具有能量与磁场，它们能将频率相同的事物吸引到我们生活中来，最终塑造成我们的命运。这就是宇宙吸引力。简单来讲，磁场其实就是你的吸引力，你越是正能量，你的能量就会越大，也就会吸引好事。如果你的思想是消极的，那引来的人和事也是同类，那你注定遇不到贵人，也很难抓住机会。因为相信好运才会看见好运。第一，没事多出去走走，接触一下陌生人的圈子，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经常不跟人打交道的，内心比较封闭的不出门的人，在一个空了很久的房子，身上是死气沉沉的。第二，恢复能量的有效方式是天补、地补和人补。天补是晒太阳、看月亮、拥抱大自然、吹自然风，感受风吹在脸上的感觉，去拥抱大树，触摸树叶、花朵、小草，感受它们回到当下。地补是赤脚走在松软的泥土地上，感受脚踩在上面的感觉，去登山、踏青、游泳、运动。人补是穿自己喜欢的衣服，吃自己喜欢的饭菜，跟同频的人、同道的人一起，瞬间就能满血复活。第三，长期宅在家里的后果就是失去灵性。稻盛和夫说，人必须出门，必须社交，必须去体验不同的事物，见各种各样的人，脑子才会思考，
才会感觉到自己是在活着。不管你出门干什么，哪怕是去咖啡厅里坐着，也都不要宅在家里。只有出去，你的美好灵魂才能呼吸到新鲜空气。没有目的地也没关系，走出去吹一阵不知道从哪刮来的风，看一场每天都有却又每天不同的日出日落。运气好的话，你还会收获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，遇见一些很棒的人。第四，选择积极乐观的人相处，远离负能量的人。美国洛杉矶大学医学院的心理学家做过这样一个实验，他把一个天生乐观、笑呵呵的人跟一个郁郁寡欢的人关在一个屋子里面，20分钟之后，这个乐观的人也变得开始唉声叹气了。所以说，坏的情绪那就好像是病毒，可以快速传染给身边的人。有些人他就像一个情绪黑洞，他会吸收你身上所有的能量，然后去消耗你，让你变得疲惫和不幸。第五，保持稳定的磁场，净化周围环境。其实有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你遇到一个人，你就会特别想跟他在一起。可能你本来有一些烦恼的事，或者有一些焦虑的事，但只要你进入到他的场域里，坐在他的身边，你好像本能的就会安静下来，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场域和磁场是非常干净、平和稳定的。磁场能够去覆盖到你，它可以影响到你，疗愈到你。一个人把磁场修得非常的稳定的时候，他是可以净化身边的磁场的。你要选择一些积极乐观的人去跟他们相处，远离那些负能量特别多的人，让自己时刻保持一个积极的高能量场，你必然就会吸引来宇宙的高能量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守护磁场，迎接好运。愿你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中，能够保持心神不断，能量充沛，迎接每一个挑战，享受每一次成功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